今天坐着皇家御河游船，从紫竹院来到了颐和园。7月正是颐和园西堤这边荷花盛开的时节。走在西堤上，看尽两边的风光。颐和园真的不愧是皇家园林，在这里避暑真的是太好了。可以说整个1-2公里的西堤路上到处都是风景，让这个炎炎夏日也感觉出了一丝清凉。从皇家御河游船的码头下来，就是颐和园的南如意门。这里有一座秀衣桥，也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，有昆明湖第一桥之称。秀衣桥这里就有一个码头，可以直接开往颐和园的南湖岛。准备从这里沿着西堤看一看颐和园的荷花。这条路上很多都是杨柳树，清风拂来，杨柳婀娜多姿。前面看到的这个小岛就是凤凰墩，是仿照东海3仙上的瀛洲建造的。左前方看到的就是柳桥，从这里就到达了西堤。这里可以乘坐游船欣赏颐和园西堤的荷花。西堤左边的这片荷花面积非常的大，而乘坐这个游船赏荷花只需要20元钱。就是这样的船，看这片西堤旁边的荷花开得多美。不过我准备今天沿着西堤走一走，因为这条西堤我很少走，以前都是走北面的一半，然后从西门就出去了。前面就到了西堤上的柳桥。西堤是颐和园昆明湖中一道自西北向东南的长堤，基本仿造了西湖的苏堤。苏堤上有6座桥，这个西堤上也有6座有名字的桥。看，柳桥的左边都是荷花。不过和苏堤不一样的是，这个西堤是蜿蜒曲折的，不是一条直线。到河堤边看一看这里开满的荷花。前面到达了西堤上的景明楼，这里有几座宏大的建筑，可以在这里坐着休息休息，看一看旁边的荷花池。感觉这应该是北京荷花面积最大的地方吧。这个景明楼据说是有点仿造岳阳楼而建造的，非常的高大精美，有主楼有配楼。据说乾隆皇帝经常在景明楼赏荷赋诗。远处山上的塔非常的美，应该是玉泉山的塔。景明楼这里也有个码头，这些船是开往17孔桥和南湖岛的，坐这个船也是20元。远处就可以看到17孔桥和南湖岛。夏天的西堤真的很美，杨柳拂面，加上满池的荷花。远处的17孔桥，前面到达的是链桥，桥上是一座4方形的尖顶桥亭。链桥的桥上是观赏颐和园水面景色、建筑景观以及西堤荷花景观的非常好的地方。桥上往西看都是荷花，另一边就可以看到昆明湖和佛香阁了。昆明湖上也有其他类型的游船。前面就到达了镜桥，镜子的镜。唐代诗人李白
曾经写过“凉水佳明镜，双桥落彩虹”的诗句，这就是静桥名称的来源。静桥位于西堤的中央，乾隆还曾为静桥题过诗，可见周边的风景之美和乾隆对静桥的喜爱。继续缓慢前行，在静桥附近又有码头，这里可以直接坐船到颐和园的西门，也可以坐过来，单程的价格都是20元。总之，西堤的西侧坐船都是赏荷花的。这个地方就是个三岔路口，往前走继续是西堤，往左出去就是颐和园的西门了。看看这大气的昆明湖，前面看到的就是玉带桥了。玉带桥在西堤6桥中是最令人喜爱的一座桥，也是西堤上唯一的高拱石桥。玉带桥的形状像是个玉带，弧形的线条十分的流畅，半圆的桥洞和水中的倒影构成了一轮透明的圆月。这里的景色非常的动人，是颐和园里最著名的建筑物和景观之一。这个桥下以前也是玉泉山的泉水注入昆明湖的入水口，也是皇帝们乘船到玉泉山的通道。这个桥非常陡，看我爬上去还是挺累的。如果冬天下雪，可能还会封掉这座桥。继续沿着西堤向北走，这里又有游船码头，所以在颐和园坐船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价格便宜。走过码头，这一片的景色非常漂亮。前面这个地方既有漂亮的荷花，还有很好的芦苇荡。从这里看佛香阁，距离是越来越近了。前面这座桥叫做滨风桥，这个桥的名字很难认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座桥以及周边的风景的。很多人都在这个桥的两侧拍出过非常精美的风光片。这个桥上的亭子是长方形，也算是一座屋桥。从这里看向佛香阁真的太美了。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，受到北京市民非常大的喜爱。这里无论春夏秋冬，景色都非常美。普通游客来颐和园现在是30元门票。在颐和园的西堤上有很多的古柳，这些柳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现在走到了西堤的最北端，如果走累了，前面有个北如意门就可以出公园了。不过今天天气不错，体力还好，准备去颐和园的东北角，那里有个谐趣园去看一看。先要走过一段山路，这边是颐和园非常著名的4大部洲。我在秋冬2季的时候都拍过这里。现在4大部洲完全开放了，非常的壮观。它是颐和园万寿山后面中部的一组汉藏建筑群。据说这个4大部洲和承德的避暑山庄外8庙之一的普宁寺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用了同一图纸。这组建筑群非常的庞大，可以值得逛一逛。这应该是我第3次拍颐和园了。
这次主要是拍颐和园夏天的荷花。现在来到了颐和园的苏州街，从这里沿着后湖慢慢走，就可以到谐趣园了。这边就是颐和园的后湖，感觉像一条河。后湖秋天的景色简直是美翻了。我曾经拍过颐和园赏秋，重点拍了这一部分。这一片后湖非常的幽静，沿途感觉也是小桥流水。这边水面非常平静，倒影漂亮，而且这边非常的凉爽。后湖的终点就是这里的谐趣园。谐趣园在颐和园的东北角，由于它小巧玲珑，在颐和园可以说自成一局，所以有园中之园的美称。看这里一大片荷塘，这个谐趣园是乾隆仿无锡惠山脚下的寄畅园建造的，原名叫惠山园。这个园林里有很多的小桥，有不少地方也有乾隆的题字。乾隆多次下江南，曾经有7次住在无锡的寄畅园，后来就在万寿山下仿照无锡惠山的寄畅园，造了这座园中之园。这里夏天也是开满了荷花，但最美的我还是认为是在秋天。记得那一年秋天来这里拍摄，一下子被这里的美景所惊艳。而夏天，这里又是另一番风景。颐和园真的是太美太大了，每次都不能够转完。这次几乎沿着颐和园走了一大半，主要是来赏荷花的。看看这座谐趣园多美！估计很多来过颐和园的都没有到过这个谐趣园吧。这几天正在举办西瓜 play 的大赛，感谢粉丝们为我全力的投票。这2天继续努力，争取拿一个好成绩，未来也为大家拍出更美更好的旅行纪录片。